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多变，为了达成支持台独的目的，甚至呢放弃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坚持。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们必须采取新的对策。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11月30日，洪都拉斯反对党候选人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在选举中胜出，将成为这个中美洲国家的首位女总统。卡斯特罗是洪都拉斯的前第一夫人，在竞选中呢具有一定的优势。最终呢，她在选举中胜出。根据目前点算的选票，卡斯特罗获得了 53.4% 的支持票，而其对手阿斯夫拉则获得了 34.1% 的支持票。阿斯夫拉是一位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的候选人，在大选前，他曾经前往台湾进行所谓的访问。为了对阿斯夫拉表示支持，台湾地区的1450网军曾经呢还暗中干涉过洪都拉斯的大选，但最终呢没有达成目的。卡斯特罗在竞选期间曾经公开表示，如果胜选，他将寻求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在阿斯夫拉承认败选以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即祝贺卡斯特罗获胜，并表示华盛顿期待与他进行合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胜选的卡斯特罗改口称尚未决定是否与中国建交。那么有报道称，美国在选前曾经派代表团访问洪都拉斯，向卡斯特罗等候选人施加压力，要求其维系与台湾的邦交关系。那么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打台湾牌的方式也在改变，由原来自己亲自上场，改为由小弟出场，同时还干起了帮助台湾维持邦交国的勾当。其主要表现呢有这么几点：一，由波罗的海国家出场挑衅中国。美国口头上承诺不支持台独，但是又不敢与台湾地区当局进一步发展非官方关系，因而暂时控制住了挑衅中国大陆的力度。那么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呢，拜登政府召开的民主峰会邀请了台湾，却没有邀请蔡英文。但是美国正在鼓动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的一些欧洲小国挑衅中国。第二呢，由荷兰出场支持台湾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是美国在背后鼓动荷兰出场支持台湾地区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他们企图通过这样的方法给中国大陆出难题。国际刑警组织不是必须由国家参与，地区组织呢也可以参加。那么台湾地区如果作为以一个地区的名义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就有可能钻空子。那么现在这个关键是台湾地区当局不承认9·2共识，因此中国大陆必然会反对任何国际组织让台湾当局参与其活动，否则后果就会很严重。更恶劣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台湾当局配合在所罗门群岛发动了一场反对与中国大陆建交的骚乱，其手段非常下作，他们企图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威慑和干扰其他那些想与台湾断交的小国。第四呢，他们直接向那些台湾的所谓邦交国施压，不允许其与中国大陆建交。那么这位洪都拉斯新总统表态的变化，就证明了美国的施压正在起到一定的效果。那么未来洪都拉斯会不会与中国建交，就变成了一个未知数。那么对于一位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来说，如果提前得罪了美国，那么或者在当选之后就与美国翻脸，恐怕还要面临着极大的执政风险。毕竟南美是美国的后院，所以就算洪都拉斯的新总统想与中国建交，估计呢还要等政权巩固之后。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多变，为了达成支持台独的目的，甚至呢放弃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坚持。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们必须采取新的对策。那只要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
不断向好，那么与中国建交将是那些正在观望的小国所必然的选择。未来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仍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